大家好，这里是涛哥小厨。今天我来分享一下自己煎鱼的方法。看完这个视频，你就会知道到底怎样做才能让鱼不粘锅、不破皮。如何用最简单方便的方法做出外层焦脆但鱼肉仍软嫩的煎鱼。我也会专门讲一下用不锈钢锅煎鱼的技巧，这样以后你不论是用不锈钢锅或者是铁锅来煎鸡蛋、煎肉或者煎鱼，都不会再有粘锅的烦恼。要想煎鱼的时候不粘锅不破皮，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鱼要干，锅要热，多偷懒。先来处理鱼，让鱼清理干净，用厨房纸巾擦干，用刀打上一字刀，里外抹上盐。盐可以多抹一些，大家都知道有句话说咸鱼淡肉，意思是鱼要稍微咸一些，味道才鲜美。但盐也不可过多，不然会让鱼变得过干。抹好盐后，在鱼的肚子里和表面放上姜片，这样可以让鱼更入味的同时去腥。找一个盘子，在底下垫上厨房纸，将鱼放在盘子里，不加保鲜膜，或者只是在表面盖张厨房纸，放入冰箱。这个冷藏的方法可以让盐更好的、缓慢地渗入到鱼肉里，同时让鱼的表面更加容易风干，这样在煎制的时候就不容易粘锅。大家都知道不锈钢锅用不好的话非常容易粘，但其实只要掌握了窍门，不锈钢锅完全可以不粘。这里就要提到莱顿弗罗斯特效应，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发现把水滴到一把烧红的铁勺子上时，水没有马上蒸发，而且还悬浮了起来。这是因为铁勺太热了，水滴的底部一接触到铁勺，就马上形成了水蒸气，将水滴和铁勺隔绝开来，看上去水滴就是悬浮的了。准确地说，当温度达到摄氏193度左右的时候，水就会产生莱顿弗罗斯特效应，水珠会在铁板上滚动，而不是马上变成蒸汽。所以要想让鱼不粘，必须让锅的温度足够高。如何判断呢？办法就是做水滴测试，在锅中加入一滴水，如果发出嘶嘶声和蒸汽，说明锅不够热。如果水聚集在一个在锅里滚动的水珠，这就意味着锅已经可以使用了。如果你加了一滴水，它碎成了一堆小水珠，就说明锅太热了，需要让它冷却一下才能使用。当然，铁锅其实也是可以用水滴测试的。现在我的锅已经可以用了，放入一些油，然后将鱼放入锅中。鱼放入锅以后，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这也是我说的第3点，要学会偷懒。千万不要急着去翻动鱼或者晃动锅，只需要把火调的小一点，调成中小火，然后耐心的等待就好了。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把锅子适当的转一下，让油更均匀的分布在锅底。这样过1-2分钟后，再轻轻的晃动锅子，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鱼已经可以在锅里滑动了。另外一个要偷懒的地方就是不要过于频繁的给鱼翻面。
会让鱼肉不再柔嫩，而且很容易让鱼碎掉。当鱼可以在锅里滑动以后，让鱼再煎一会儿，给下面这一面定型后，再来给鱼翻身。如果鱼厚而且有鱼肚子，给鱼翻面的时候，用一个铲子放到鱼肚子里，然后用另外一个铲子小心地从鱼的另外一侧将其铲起来，然后翻面。如果鱼比较薄，而且只有一面，例如你煎的是鱼柳，只需要用一个顶端比较薄的铲子将其翻过来就可以了。当你看到鱼肚子，就是鱼内侧的鱼肉已经从红色变成了白色，就意味着鱼肉已经成熟。这个时候可以盛出来放置一会儿，你就会得到一份外焦里嫩的干煎鱼。今天分享了几个窍门，也展示了如何用最简单的调料和最轻松的办法来做出完美且完整的煎鱼。相信你学会了煎鱼后，可以轻松地做出红烧鱼、孜然辣椒煎鱼、酸菜鱼等美味菜。我们一直尝试用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调味来做出健康美味的家常菜。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点赞转发我们的视频。